探索心境，海外版不同之处，攀岩篇。你之前攀过岩吗？小时候，但是只是那种游乐园里面，然后长大之后，你其实完全没有再接触过。感受一下撕的点，那个岩石它的锋利度让你手指很不舒服，疼痛让我不敢握，不敢用力。我觉得这是难免的，攀岩也好，跳舞也好，大家都会有同样的伤病。你只有磨过血泡之后，你才会起茧子，下次才会不疼，你才能爬得越来越好。我们一定是有勇气去挑战的，这是不言而喻的啊。我觉得是攀岩确实是试图在挑战我身体的极限。攀岩可能会比较痛苦，因为你的手一直在跟岩壁进行摩擦。对技术上的准备和体能上的训练，这些让我有一些挑战了。我上次刚接触这些装备，就进行了 SRT 的下降。因为当时对这些装备不是很了解，我准备上升的时候，腿带突然开了。这个怎么会突然开呢？感觉很紧啊。从那之后，就更加的紧张了，就是因为刚接触这些装备嘛。但是到了攀岩的时候，就可能是一种熟悉了，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。肌肉已经到了一个充血胀的一个节点了，也没有力气再去抓了。当时的肌肉我已经支撑不了了，我已经抓不住了，握点一样，我也没有力气再去抓了。这攀岩怎么这么难啊？开始训练之前，我不知道这条线路的难度，没有到顶，我可能只到达了中段吧，有几段感觉我都没爬一样。相比较前几次的任务会是难很多，就像登雪山一样，我走个10步，然后休息5分钟，缓下来了，我可以继续往上走。但是肌肉它已经撕裂了，你是需要时间让它修复的，否则它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因为速降它不吃体力，它只吃技术，对，然后一套系统，你要把这套系统给理清，顺序理清，就往下降就好了。但是攀岩你是要往上爬，你要用浑身的力量，用到平时用不到的力量。对，那力量是要增长的，我不可能5天内增长跟他一样的力量。要经历怎样的一种历练，才能够去平静地面对这种失败带来的脆弱感？首先我觉得要认清自己的实力，了解自己，然后再去规划每一步能够到达的地方。忘记疼痛了已经。我现在此刻我还想再去爬一次，因为觉得就真的挺上瘾的，就是征服它，就是更完美的去征服这条线。那毕竟是一个100多米的一个山，一次性爬上去，我觉得这种成就感会非常的好。你依赖感强吗？比如说攀岩的过程中，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问题需要你第一时间的及时的去解决。总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不算是强的，我就坚信我肯定能够完成它。一座山有很多的裂缝，或者是凸起的石头，我可以通过这个石头爬上去。现在看着这条线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可以有更好的踩的点，不会浪费我更多的体力。哎呦！加油！啊！小弟，等会我要照一下我头晕。来，嘿，好，大家就好，结实，快行。今天我们开了上半部分，明天我们继续下降，把线路给开掉，然后在下面做休息，准备好了可能就会开始第一段的攀爬。
今天太阳比较猛。对，今天太阳确实比较猛。还说还有可能明天要下雨，对吧？最好不要下，然后这样可以顺利的爬完了。晚上真的被虫子咬了很多，半夜醒了1、2次。那个衣服又是湿的，一直在包里捂着，然后拿出来盖在身上很湿，很不舒服。你如何调动自己身体的、精神的力量，真正的能够触到自己的天花板？当时我好像还没有具体的了解到自己的极限在哪里，可能因为从小学跳舞，肢体的协调性比较好，然后也有一些健身的经验，所以在肌肉的耐力上和协调性会相对好一些。可能还没有到极限，我也不知道。虽然说是每走一步看一步，没有想过一定要完成它，但是心里还会有一种信念，说我必须要把这一段完成。有一个要上升的地方踩落了2次的石头，就直接就是松动的石头，包括手点也是。那一下之后就开始有点害怕了，因为是领攀嘛，如果领攀冲坠的话，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。害怕之后手就会紧张，其实到中间手都会有点酸，会比较明显，有点握不住的感觉。他在下面不断的喊我，帅，加油！脚尖踩点。我不回答是因为我很专注在我做的事情，因为我不想自己掉，但是我都听进去了，我觉得是有挺大的帮助的。offside 意思就是领攀也好，或者是跟攀也好，你在爬的过程中没有双手离开岩壁，就是一次成功，就叫这个词。好了，当时就想，完蛋了，这下雨怎么搞啊？这还能继续完成吗？就是虽然我们有回避挑战的本能，但是在关键的时间点，我们必须去正面的去迎接这一挑战。在生活中，我觉得相对于喜欢挑战吧，就比如赛车，我也是一种挑战，就一点一点突破自己，我愿意去慢慢的去挑战极限。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阿包他的内心非常的坚持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只学了3天的攀岩，然后就在户外爬，又是一个从来没有爬过的路线，还下了雨，就会很没有信心。无论是某种进步也好，某种成长也好，它都是肉眼可见，是因为前面所有的这些酝酿和积累都已经到这个位置。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，只要你想完成，你就可以去尝试，尽可能的接近目标。都没有想过今天就很电影化的那种，我就把它完成了这个事情。其实想想也挺神奇的。